想象一下，你每天早上从一张足足100平方米的大床醒来，花2分钟走到500平方米的卫生间洗漱，你再走上5分钟，来到一个收藏了古驰、香奈儿、路易威登等上万件奢侈品、款式从不重样的衣帽间，有100名专属服务生为你梳妆打扮、洗衣做饭，甚至接送孩子上学，还有私人健身教练和保镖团队随时待命。这听起来是不是像小说里才有的情节？可如果我告诉你这一切都是真的，而且它就属于亚洲首富的家庭，你信吗？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栋全球最贵的私人豪宅——印度的安地利亚。你没听错，它既不在美国纽约的上东区，也不在英国伦敦的肯辛顿，而是傲然矗立在被贫民窟包围的印度孟买市中心富人区。这座宫殿一般的豪宅比法国凡尔赛宫还要大上不少，是印度首富穆克什·安巴尼砸下近20亿美元，花了整整7年时间才打造出来的。安地利亚这个名字取自神话传说中的一座小岛，大楼高173米，共有27层，但因为每层都做了挑高设计，它的实际高度几乎相当于普通50到60层公寓楼。穆克什一家5口带着他的母亲住在这里，却有600名员工贴身服务，算下来，家族的每个人都能享受到上百名专属服务生的照顾。安地利亚的外观设计非常独特，它没有传统高楼的笔直双壁，而是每一层都有不同的造型和宽度。为了方便在这栋高楼里穿梭，光电梯就有9部。大楼的底下6层是一个巨大的停车场，能停造168辆世界级豪车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辆是穆克什为心爱的妻子妮塔定制的奔驰，车身竟然镶嵌了30万颗真钻石。更夸张的是，所有豪车的修理和日常保养都能在第7层的修理厂足不出户的完成。可对于首富来说，光开车代步怎么够？大楼顶层还设有3个直升机停机坪，送孩子上学直接坐直升机，这可不是偶像剧里的桥段，而是他们家日常。再往上走是一个2层的娱乐中心，里面有鸡尾酒吧、健身房、沙龙、游泳池、瑜伽室和舞蹈室，简直就是个5星级度假村。当然，少不了的还有豪华宴会厅，天花板上80%的区域都被精致的水晶吊灯覆盖，专门用来宴请宾客。办个婚礼、毕业舞会之类了，在家里就能轻松搞定。要知道，穆克什的千金伊莎的豪华大婚主场地可就是在这里。除了这些，豪宅里还有一个占据了1整层能容纳50人的私人影院。考虑到印度庞大的人口基数，这样的规模好像也就不那么夸张了。9到12层是安地利亚最负盛名的空中花园，这些悬挂在大楼腰间的阳台种满了郁郁葱葱的植物，仿佛古巴里人的空中花园重现人间。据说整栋楼上2/3的重量都主要靠这几层空中花园两侧的2组 W 型钢筋支撑，营造出空中楼阁的错觉。此外，大楼一侧的墙体也垂直种满了绿植，用来吸收孟买过于充足的阳光，保持室内凉爽。但光靠植物的光合作用来散热，在炎热的孟买显然不够，所以在安地利亚的13楼，竟然直接建造了一间可以在夏季赏雪的冰屋。专业的雪枪能把水变成柔软的雪，创造出降雪的奇妙效果。穆克什一家则住在私密性最好的大楼顶层，除了私密考量，据说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妮塔·安巴尼喜欢这种俯瞰众生的感觉，而且能从房间里看到美丽的阿拉伯海。果然说到底还是因为爱情了。在安地利亚，你找不到2层楼的布局或设计是完全一样的，比如如果某一层用了金属元素，那其他楼层就不能再有。豪宅的内部装潢融合了传统的东方风格和西方的摩登设计。妮塔曾介绍说，这是一座现代感十足的住宅，但又不失印度传统元素。比如在安地利亚的花园里，就有一尊巨大的金银制成还镶嵌着钻石和珍珠的印度教毗湿奴雕像。大楼内部也有印度教主神湿婆的雕像。除了内部装饰，大楼的整体构造也是煞费苦心。据说安地利亚完全是根据古老的印度风水规律，也就是瓦斯图原则设计的，目的是让能量最有效地穿过大楼。27层楼被巧妙地分为6个部分，从下到上分别代表着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、光6大生命元素。在大楼内部，代表重生的太阳和莲花图案被反复使用，而制作这些图案的材质也特意选用了大理石、水晶和母贝这些充满能量的材料。最后，穆克什甚至直接在安地利亚建了一座寺庙，方便一家人日常祷告。这位印度信诚工业集团的董事兼总经理穆克什出生于1957年，在2007年，因为他持有的信诚工业集团公司股价暴涨，曾一度跃升为全球首富。穆克什本身就是个富二代，所以非常懂得享受，尤其对居住环境更是讲究。可俗话说树大招风，这座豪宅从建造伊始就麻烦不断，先是陷入了土地所有权纷争，后来各种批评穆克什行为张扬、炫耀财富的声音也此起彼伏。最让人感到不解的是，这幢世界上最昂贵的27层豪宅，在2010年竣工后，竟然闲置了多年，主人一直没有搬进去。对于他们迟迟不搬进新豪宅的问题，外界的揣测和传言也是五花八门。其中流传最广、说的最有鼻子有眼的一种说法是，这座建筑物不符合古老的印度建筑风水原则。据说大楼的东侧
也就是面对太阳升起的地方没有足够的窗户或其他开口，导致居住在这里的人早晨无法享受到充足的阳光，而大楼西侧的窗户又开得太大，据称会从西方带来负能量，给穆克神和家人带来坏运气。不过，穆克什公司的发言人图沙尔帕尼亚对此指出，作为私人住宅，穆克神一家不会对外界的各种猜测做任何回应。其实，风水不佳说法确实令人起疑。毕竟这座豪宅的地点和建筑设计都是由穆克什本人同意的，如今建成之后却突然说风水有问题而不入住，这样的可信度确实不高。但无论真实原因是什么，作为亚洲首富，就算不住在这幢全球第一昂贵的豪宅，穆克神一家也住在另一栋装潢精美的14层豪华公寓海丰大楼。毕竟人家有钱，想怎么任性就怎么任性呗。好了，今天关于安地利亚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